Hello，大家好。从这一期开始呢，我尝试做一个新的系列，这也是一个我可能会持续蛮久的一个拍摄的这个项目。我打算去拍一些我周围、我身边的朋友们，这些朋友呢，他从事各行各业，他跟我认识的机缘也是各种各样，反正就基本上不是做摄影的。那么通过他们呢，其实大家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啊，我的自己的喜好的，包括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更多的呢，我是希望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朋友们的他们的这个一些很好的一些想法和理念和他们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同时呢，我会给他们每个人呢都会拍一张肖像。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很不错的这个肖像。当然，这也是我更多的时候是练习这个肖像拍摄的这么一个机缘啊。我用这个项目呢，这么一个私人的这个项目呢，来提升自己这个大画幅的这个肖像拍摄能力哈。那今天第一集呢，我走访了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是很早以前通过旅行认识的。他现在在复旦大学脑科学院做教授，从事这个脑神经神经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已经40多年了。我去的那一天呢，他正好是60岁生日，正好也是退休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趁着这个机会呢，给他拍一张退休的这个纪念照，然后觉得蛮有意义的，也是他的这个生日照。同时呢，我也找他聊了一下他正在研究和正在感兴趣做的一些事情。好，一起来看一下。我在过去的30年就在做神经科学的科普，而且我的科普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为什么我会说神经科学非常有意义，对吧？那我就来问你，你现在去体检，我相信你基本上应该每年也体检吧？体检的项目里面有包括脑袋的吗？所以说我们脑的体检是没有的，我们身体的体检都有。第二个，从科学上面来讲，脑你知道多少？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个脑还有个悖论？我在研究脑功能的时候，我是在用我的脑在研究脑，这个哲学问题了，对吧？可能人工智能它通过自我学习了以后，它可以来做这件事。我们去学习一个信息进来了以后，它要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海马里面，这个信息去初步的整合，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做短期记忆，或者叫瞬时记忆，或者叫短期记忆。我们的海马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信息，我们都是从外面信息，不管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触觉的，都会somehow到了海马以后进了初步处理。初步处理了以后，它是一个很清晰的环路，然后这个环路的上面一段我们叫 CA 文区一区，下面是个 DG 区，是一个门控区。这个门控区出问题了，就是精神分裂症。那我们的信息进来了以后，然后就要去进行整合，然后去处理。这个时候我在这边只是简单处理以后，就把它传到我们这个海马是这样的，然后就到了前面叫 CA3、CA1的地方去处理。处理了以后，就像我们在那个电脑里面的，在闪存的里面开始，你去在处理编辑文件啊，你去什么就在那边。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发生？当然现在电脑好一点了啊，以前的是突然断电了，你突然没注意把它关掉了，就啥都没有了，几个小时的工作都没了。那如果说你去 click 了一下 save， 实际上就把它放到了硬盘里去了。那我们这个里面就是把这个信息把它传到了皮层去。这些都叫我们怎么存它的，硬盘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存在大脑的皮层的哪一个部分，细节不知道，是如何存储的不知道，到底是以就像我们储存音乐的音轨的形式，还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以细胞形式存储的，
还是以蛋白形式存储的，还是以它的一个结构形式存储的，既不是以某一种蛋白，也不是以某个细胞，它是以这种状态形式存储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谓的一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出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发育好。我们的第一步的脑发育好是到6岁，完整的发育好，6岁只是结构发育好了，真正的思维发育好是16岁。整个在0到16岁的时候，当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会讲世界观建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世界观建立的时候，就是我们脑发育的过程。那么你这个时候的一个教育，不是说我们说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就是能够建立这样的，是社会的教育。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在10几岁之前，自然就形成了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脑发育的过程。当我们没有经历这些，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脑的发育是不完整的，你没有这个和整个这个环境去匹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就成巨婴的现象就出来，这就是巨婴现象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基础。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基本的 basic 的，就是我们所谓的3观，是在16岁之前完成的。所以说3观是从小养成的。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都可以对应上社会现象。整体来讲呢，因为我们在讨论科学的时候都是讲 general，人的正态分布的这个 general 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经科学是心理学的基础。4.5的光圈1/10秒 ，OK， 来，我们先来一张，其实还可以啦。来，1、2，等一下。脑机这个我们就是去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这个东西以后去的算法了以后，去把我们的脑信号去把它 decode 解码，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脑机结构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神经科学，这个脑我们要把这个信号给取出来，这还是在我们的范畴里面，这是我们每天在做的工作。第2步就是人工智能，这实际上是计算机科学，现在已经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是不能分开了。在这个里面，把我们的脑里面，我们作为神经科学家把它采集的，这是一个 fact， 我们做的还是个 fact， 我只是把它拿出来了，然后用算法把它给 decode 出来，就是把我们的脑里面的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讲话、每一个表情，它都有一个码，这个码就被人工智能解读出来了，所以说叫 decoding， 就是变成了一个码，到它那边就变成0和1，对，每一个0和1编码就代表了我这么微细的一部分，对吧？好，那就到他那边，我们回到人，当然我们是做这方面的，我们就回到人，我们就可以让因为中风不能说话的人说话，这个已经实现了。马斯克的第一个病人弄完了以后干嘛？他通宵打了DOTA，他已经瘫痪多年了以后，他已经都不能动了嘛。是的。让他能够去操纵电脑了，哇！他第一件事就通宵打了1晚上DOTA，这个真的，霍金就是最早版。如果霍金再晚20年，他现在就可以和我们自由交流了。技术是无限可能，理解他、拥抱他、了解他。你不是头发
发长也是这边了。对，但理论上，但是这光呢是从这边来的。那只能这样咯。但是这个头发确实是光的比较硬。可能你比较介意啊。我们这个建议是拍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比较真实嘛。哎，那个对，哎对。那我身体45度，我头也是在45度，干嘛还在拍你？你身体不用动，还是正肩，就人对人撑着我，然后头往那边。哎，对，好的，非常好。这张我那个光圈放大一点，1/10秒5.6，我可以光滑的稍微再快一丢丢。哎，对。不用那个嘴角放松，对，人稍微挺一挺，哎，对，1、2。